大家好，我是憲，我有另外開設一個用來記錄旅遊開箱的小頻道，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多多訂閱支持一下哦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現在玩什麼，我是憲。今天要向大家介紹的是埃及之神。玩家在遊戲中將會扮演着埃及眾神的僕從。在荷魯斯以及賽特的王位之爭中，太陽神拉為了維持權力的平衡，擔任起中立的協調角色。在這個動盪不安的局勢中，能夠自由切換立場，讓勢力的天平最終能夠偏向自己真正所支持陣營的人，將能夠獲得至高無上的榮耀。這是一款以吃墩機制為主體的心理鬥智小品，玩家們所拿到的手牌將會全數用完，2張用來決定王牌花色以及初始局勢，1張用來宣示自己對於陣營的忠誠，剩下的將用在參與勢力的鬥爭。玩家們必須根據場上局勢以及稍微猜測對手可能的出牌，來好好的分配這些手牌。遊戲人數1到5人，遊玩時間20分鐘左右。那麼事不宜遲，現在就來帶大家認識這款遊戲吧。說明書2份，影響力卡7張，影響力標記1個，神奇卡有5枚花色，各13張，觸發標記4個，起始標記1個，分數標記45個，預言指示物有5組，每位玩家1組。將影響力排成影響力軌，放置在場中央。將影響力標記放置在軌道的正中央，每位玩家拿取1組預言指示物，將單格預言指示物與分數標記放置在一旁備用。根據玩家人數調整神奇卡內容，在這邊我主要講3到5人局，有幾位玩家就會使用幾枚花色，基本的拉、賽特、荷魯斯花色是必選的，所以在4人局的時候，法老跟阿波菲斯花色只能2擇1。將神奇卡洗混後平分給所有玩家，決定起始玩家，起始玩家拿取起始玩家標記，遊戲就可以開始進行了。遊戲一共會進行3輪，每一輪都會有3個階段：準備、神奇、結算。準備階段，在這個階段，玩家們要從手牌中選擇2張作為決定王牌或是初始局勢的牌。當所有玩家都決定完後，才會一同公布出牌內容。玩家將自己的2張牌數字加總，數字最高的玩家決定王牌花色。從加入遊戲的花色中選擇1種，作為該輪遊戲的王牌花色。王牌花色的抉擇不會受到出牌影響，也就是說，玩家即使打出的2張牌都是賽特，仍然可以選擇荷魯斯成為王牌花色。在這邊需要注意的是，阿波菲斯不能被選為王牌。數字最低的玩家決定初始局勢，將影響力標記往賽特或是荷魯斯陣營移動2格。當數字加總平手時，由順時鐘方向最靠近起始玩家的人決定。決定該輪王牌的玩家拿取起始玩家標記。神奇階段，在這個階段，玩家會進行10個回合。每個回合都由擁有起始玩家標記的玩家，作為影牌玩家的，以順時鐘的方向輪流打出1張牌。影牌玩家可以任意的出牌，後續的玩家只要手中擁有影牌花色的牌，就必須跟色，除非手中沒有該花色，才能夠任意出牌。阿波菲斯花色是特別的存在，它是遊戲裡的萬搭花色。玩家在打出時都會視同影牌花色，不管玩家手中是否擁有影牌花色，都可以選擇打出阿波菲斯。舉例來說，例子1，當影牌花色是賽特，玩家手中擁有賽特以及阿波菲斯，則玩家可以從賽特跟阿波菲斯中任選。範例2，當影牌花色是賽特，玩家手中沒有賽特，但是有阿波菲斯和其他花色，則玩家可以從其他花色跟阿波菲斯中任選。影牌玩家也可以選擇打出阿波菲斯，但是必須立即決定該回合的影牌花色。同大多數的吃墩游戲，
牌的大小判斷是先看花色，再看數值。王牌花色大於影牌花色大於其餘花色，花色的數值皆平手時，就是從起始玩家標記開始順時鐘最靠近者勝出。每回合最大張的牌將會決定權勢的走向，打出最大張牌的玩家將會拿取起始玩家標記，成為下一個回合的影牌玩家。阿波菲斯是一張特殊的牌，專門用來制衡拉花色。有它在場上時，需要先進行額外的流程，再對剩下的牌進行大小的比較。當場上有一張阿波菲斯，但沒有任何拉，則無事發生。當場上有一張阿波菲斯，然後有任意數量的拉，則他會將所有的拉連同它一起移除。當場上有複數張阿波菲斯，則將所有阿波菲斯移除。遊戲有5門花色，每門花色都會有13張牌，在卡牌的左右兩側以及背景會有花色的名稱以及代表顏色。4個角落會有該卡牌的數值，上下兩側會標示該張卡在回合中勝出時權勢該如何移動。賽特花色都是往賽特方向移動，赫魯斯花色都是往赫魯斯方向移動，拉跟阿波菲斯花色都是往當前優勢者的反方向移動。如果影響力標記維持在正中間，則保持不動。法老花色則是要看清楚圖標，賽特、赫魯斯反向皆有，移動的格數看圖標的數量。舉例來說，如果拉7贏下了這一回合，當下的影響力標記偏向賽特1格，則玩家需要往赫魯斯方向移動2格。在卡牌的右下左上角會有效忠分數圖標。當遊戲進行完6個回合，每位玩家秘密的選擇一張牌作為自己效忠的陣營。選擇賽特拉赫魯斯就是效忠卡牌所屬陣營，選擇法老則是要看權勢移動圖標是哪種。舉例來說，上方如果是反向圖標，就是代表效忠拉陣營；選擇阿波菲斯則沒有任何效忠分數。選擇完效忠陣營後，就繼續進行遊戲的將剩下4個回合打完。所以每位玩家都會將自己的13張牌打完，2張用在決定王牌跟初始局勢，1張用在效忠，剩下10張都是用來決定權勢的走向。在神奇階段，如果影響力標記有停留或者超過預言格時，玩家就可以選擇是否要進行預言，使用預言標記猜測最終影響力標記的停留之處。使用2格的預言標記猜中時可以獲得2分，使用3格的預言標記猜中時可以獲得1分。每個預言格只會被觸發1次，觸發後就用觸發標記蓋起來。當玩家們將手牌都出完時，就會進入到結算階段。在結算階段，擁有起始玩家標記的玩家開始順時鐘輪流打開效忠的卡牌，並且根據卡牌上方的權勢圖標調整影響力標記。當你效忠的陣營獲勝時，你就可以獲得效忠分數。當你效忠的是獲勝的拉陣營，你還可以獲得額外的1分獎勵。將效忠分數、拉獎勵分、預言分數相加起來，就會是你該輪可以獲得的分數。在遊戲的第1輪跟第2輪結算完後，如果你是總分最低的玩家，就可以拿取1格的預言標記。該枚預言標記是用在結算階段。在開始翻開效忠的陣營前，玩家可以猜測影響力標記最終的落點，猜中時可以獲得3分。進行完3輪遊戲後，由總分最高的玩家胜出。埃及之神這款遊戲，我覺得是一款流程簡單、好上手的派對小品。我覺得遊戲在分數平衡上做得還不錯，玩個幾場下來，大家的分數都不會相差太多。主要就是歸功於給落後玩家多一個預言分的獲得機會。那遊戲雖然有4個預言觸發點，可讓玩家選擇進場預言的時機，但實際上權勢的變動普遍沒有那麼的劇烈。1輪遊戲裡可能只會觸發1次，甚至是完全沒有。所以建議是有預言機會就趕緊進場，
那在預言的時候，玩家有時候也可以反向操作，就是故意去壓你效忠陣營的對面。這邊可以是2種考量，第一種是對於分數的風險平攤，第二種是誘導對手的出牌方向。推薦給喜歡吃墩派對遊戲的玩家。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結束啦。有喜歡我們拍的影片，記得按個喜歡，並且訂閱一下，開啟小鈴鐺哦。那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